这是海军山东舰远海训练中普通而忙碌的一天。因深蓝大洋上的一次特殊相聚而变得不再平凡。2024年10月21日，人民海军2大航母编队首据中国南海，10余艘主力战舰在空中舰载机编队的伴航下，山东舰踏浪而来。就是歼15从整个双航母编队上面飞过去，那个场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能力、一种力量的体现。我觉得自己参与这个时代中的这么一件事情，从辽宁舰实现我国航母从无到有的突破，到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正式下水，我国航母的日新月异，正是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成长壮大的生动写照。在这碧海蓝天之间，双航母编队又用长长的航迹书写下人民军队航母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2024年12月17日，海军山东舰航母交接入列，已满5周年。年轻的山东舰用一次次开创性的突破，不断实现战斗力跃升。如果让初登航母的您选择最想去哪里，那么大概率您会毫不犹豫地走上飞行甲板。飞行甲板上的每一次舰载机起降，都能让您近距离感受到血脉奋张的震撼。当战机的蓝色尾焰和咆哮的轰鸣吸引了您全部注意力的时候，让我们把目光从飞行甲板向上移动。位于舰岛尾部的这个视线通透的房间虽不大，却在这方寸之间浓缩了整个航母的飞行。这位身着航母蓝色标识服的军官名叫王登南，他是飞行保障中心的一名航空保障值更官。他的工作就是调控指挥窗外飞行甲板上与舰载机行动相关的。他这个更重要的是一个筹划统筹，因为甲板的舰载机的这个数量很多，然后各种保障要素也很多啊。你一架飞机下来之后，到底应该是先加油，还是应该先转运，还是应该先开展其他的作业？这个都需要这个指挥官去统筹这个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飞机尽快的准备完毕，尽快的具备再次出动准备的条件。身高1.86米的王登南，说话办事雷厉风行，这是他的性格特征，更是他在岗位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他与战友们调控指挥的速度与效率，是影响整个航母战斗力生成的关键。现代战争它都是争分夺秒的，我更早出去，更早让舰载机抵达这个作战空域的话，可能就抢占了先机。如果将山东舰航母与陆地机场进行对比，山东舰飞行甲板的大小不足后者的1/10。要想在这方寸之间有条不紊的精准调控，对于航空保障值更官这一岗位任职能力的要求极高。我要懂起降，我要懂调运，我要懂歼灭保障，各个这个保障的环节我都要清楚，都要熟悉。因为我之前也从事过这几个工作，所以说对于我担任值更官这个岗位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在王登南的众多岗位经历中，首次放飞歼15舰载机无疑是他航母生涯的高光时刻。我们这批人也可以，我们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啊！我们从一开始只放飞1架机或者2架机，到后来这个放飞舰载机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实从这方面来讲，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担负的使命任务的不断的拓展。交接入列5年来，山东舰持续参加各种重大演训任务，探索全新作战模式，完成前所未有的突破，让中国海军的航迹驶向更远的深蓝。因为航空母舰它毕竟是要去打仗的，要去遂行作战任务的。我们只有在这种战备的这种环境下，这种状态下，才能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战斗能力，养成我们的一些战斗的素养。这个是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军人他应该具备的一种状态。王登南又顺利执行完一次飞行保障任务，然而他今天的工作却并没有结束，他要为几个小时后的夜航做好准备。跟随航空保障值更官了解了航母的飞行甲板，想要进一步了解航母上飞行的奥秘，这还远远不够。当中，就让我们跟随官兵的脚步，从飞行甲板上的这道门进入航母的内部。航母飞行甲板以上的建筑部分被称为舰岛，从舰岛最顶部的舱室站位到航母最底部的值守岗位，其纵向跨度多达20余层，舰体长度300多米。
在如此庞大的舰体内部，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密密麻麻分布着3000多个舱室。整艘航母就像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之上的，并且自己拥有机场的城市。作为一艘水面战斗舰艇，这里的每个舱室、每名舰员都需紧密协同，共同战斗。根据最新云图，可以看到附近的扰动可能将于今日加强为今年第21号台风。根据数据预报，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偏东且强度较弱，今年第21号台风后续路径可能将为转向路径，在海上向东折返。此时，山东舰的气象水文中心舱室内正在紧张地进行天气会商。气象水文中心是航空母舰的重要单位。航母编队的保障需求是最重要的。我们航母编队有水面舰艇以及潜艇，气象水文保障是从空中到水下全方位立体的。而且航母上面以航空兵力量为主，航空兵力量就需要专业的气象水文保障能力来对其进行支撑。他获得了选调山东舰的资格，登上梦寐以求的航母。兴奋之余，刘远洋首先感到的却是一种不适应。因为我在陆基有3年多的这个保障经验，我刚来的时候，我是来的第2天就出海。所以第一个航段的话，就是整个人比较迷糊，好多东西也没准备，就是一个学习锻炼的一个时间段。刚开始还属于一些不适应，经常就是转不过弯来。每个人有工作的地方不同，但是我们的理想和梦想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山东舰能够永驰大洋，永远驰骋在大洋之上，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理想。根据雷达回波显示，我舰东南方向有大片回波，建议加强观测，及时上报观测情况。从陆基到海上，工作地域的转变带来的是作战思维理念的跃升。不光是刘远洋所在的气象部门，航母上任何一个站位的工作我觉得航母作为这个大国重器，首先的特点就是大，它的吨位大，它的这个整体的体量大。其次，它的特点就是多，它的舰员数量多，它的装备数量多，它的武器种类多。那么作为这个航母的特点呢，就需要大量的人员去进行协同配合。我们有句话说叫1000人一条船，100人一杆枪，就是说大家要在大家齐心协力的配合下，才能把这艘船的这个威力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总是说没有你们他们，只有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大家要齐心协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同舟共济；只有齐心协力，方能制胜海天。无论是航空保障值更官对飞行甲板上各岗位的高效统筹，还是气象预报员对训练海域各种气象水文数据的精准判断，看似各自独立的站位，却都与舰载机的每次起降息息相关。起降系统、指挥系统、舰载机系统等各大系统中的通信、协同及保障等相当复杂，稍有不慎都会影响起降的成功。它们就像精密咬合的齿轮，协同运转，朝着一心向战、为打赢的共同目标加速进发。整个航母是个小的体系，但是呢，这个小的体系需要很多要素来支撑它。核心就是把这个歼15直升机一起放出去。肖传玉，他对舰载机飞行训练的全流程十分熟悉。虽然已经无数次在飞行甲板上观察歼15舰载机的滑跃起飞，但他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时的那份感受。实际上我看过一次舰队起降，当时只是感受到哇，很震撼。这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大家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线，代表的就是水线，这个下面就已经是海水了。在成为参谋之前，肖传玉在航母的机电部门工作，工作的地点是整艘航母最底部的深舱。
特殊的工作岗位。这个里面的温度非常高，我以前就在这个位置，我是当学员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值班。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技术，想当一个工程师，然后来我们机电部门，机电部门确实也很重技术，很重专业。然后后来这个就机缘巧合参与了重大演习演训，后来我就发现参加这演习演练、作战指挥，我感觉还应该说挺刺激的，实际上就是和打仗的代入感非常强。山东舰为每一位立志于在航母上成长的官兵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偶然的机遇让肖传玉走出深舱，从此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同时也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喂，你好，17舰驾驶室，请问是571舰驾驶室吗？随着学习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参谋工作的持续深入，肖传玉对自己一直工作的这艘航母有了全新的认识，跟随他的脚步，再次步入飞行甲板。在他眼中，甲板上每次舰载机的起降有着怎样的奥秘？以前我只感觉非常震撼，因为声音特别大，但是现在我看了歼15之后，我感觉到很多因素要考虑，因为从作战训练还是舰艇操纵方面，每一个细节对于舰载机起降都非常重要。所以说，从天上的飞机到哪怕深舱里面每个人的操作，实际上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想法或者基本上这个画面，因为这每一个流程都是影响我们舰载机出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整个航母或者整个航母编队就是一个紧密协同配合，每一个人都是作战链条里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链环。从2019年12月17日，山东舰正式交接入列以来，这艘备受瞩目的明星舰一路乘风破浪，挺进深蓝。2019年12月，山东舰海训画面首次公开，海上摊煎饼镜头爆红网络。2020年5月，山东舰出海执行军事任务，标志着已经初步形成战斗力。2023年4月，山东舰前出西太平洋，在远海大洋开展实战化训练。2024年10月，山东舰远海训练期间，与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这些不断被点亮的高光时刻，是航母战斗力不断跃升的里程碑，也是每名航母舰员携手同心、刻苦训练最好的证明。作为一名军人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他首先是一个在集体的过程中。现在就是说，我们上船之后要从事的岗位也好，还有他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都是一个集体，就是一个系统。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协作的意识。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来讲的话，是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人员都不可或缺的。航母这个平台实际上确实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机遇，也让我们见识了更多。如果不来航母的话，有可能就局限于某一个专业，仅局限于某一个这个小的角度。来到了这之后，让我视野更加开阔。